现在我就来问问大家，哎，我现在看到你们啊，您有没有把握往生？有把握请举手，举高点啊，对，不错啊，掌声哈，给大家，很好，有把握。为什么你有把握呢？你为什么有把握？你能不能说出来？哎，就是前几天我听经听明白了，听完之后我非常欢喜啊！为什么呢？往生不难啊，把握拿到也不难，就是你真听明白了。我给师父上人顶礼啊，师父老人家也欢欢喜喜接受我顶礼。我问师父啊，如何保任，就保持这种把握？师父老人家讲，要深入经教，要不然你这种把握也是很这个轻飘飘的啊，会退掉的。你还没证得不退位，就会退。那么我们问了，你如何能拿到往生把握呢？这是根据经教上讲的啊。你看，我们就拿18愿来讲，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非帮正法。这18愿吗？大家都很熟，可是要细细去品味品味，这里头很有学问了。这个愿为什么叫48大愿的核心？我们要真正去体会，你才能够感觉到。你看看这几愿上讲，我做佛时，阿弥陀佛做佛的时候，那现在已经成佛了，这愿实现了。十方众生，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当然包括我们在内，闻我名号就是我们这个名号功德听明白了。这个闻名不是说我听到这句阿弥陀佛佛号就算闻名了，那不是的。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佛号，那基本上可以讲全球华人都听过，是吧？大家都知道有个阿弥陀佛吗？都听过吗？那是不是全球华人都能往生呢？当然不是嘛。往生还是少数嘛。所以这个闻我名号是指什么呢？你真正把名号功德听明白了。这名号功德在哪里有就是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48大愿。阿弥陀佛怎么来接引你你凭什么往生？这些道理你得搞清楚，搞清楚了叫闻我名号，然后你就会怎么样呢？至心信要。你对极乐世界真正升起向往之心，对于这个娑婆世界你就升起厌离的心，就你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你愿意往生，越快越好，至心信要。所以这个心是什么呢？你那个信还要就是很爱好，很欢喜的去往生不是说我现在得了病了，我老了
那医生都宣布了，我没得治了，无可奈何，好吧，我就求往生吧。这个念头不叫知心信要。为什么？你是等于无可奈何，绝望了，其他选择都没了，只有选择极乐世界了。你看这哪是知心信要？知心信要应该是把往生极乐世界当做你第一选择，甚至是讲唯一选择，没别的选择，我就想去西方。这就是知心信要啊，不是无可奈何才去的呀。啊，你就想去，就欢喜啊！这叫这个啊，真正啊，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你这愿生起来了啊！所以愿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因为你真信娑婆世界是苦，轮回是苦，极乐世界是究竟的乐啊！你愿意离苦得乐，你自然就升起愿心呢。啊，如果你还没放下，就是你还没有真正愿，你没有心心回向啊，你没有至心信要啊，这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信愿。那藕益大师讲，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这个心愿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至心了。这里头没有任何疑虑，这叫信；没有任何放不下的，这就是愿。啊，你真正具足信愿，你肯定往生，这叫有把握往生。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功夫啊，我念佛念到三昧了，这才叫有把握往生，不见得。念佛功夫三昧，未必叫有把握往生。为什么呢？假如信愿不足，三昧也不能往生，只是你修点禅定。藕益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如果缺乏信愿，纵然你念佛念到啊，风吹不动，雨打不湿，如铜墙铁壁一般，一个妄念夹杂不进来，这是三昧啊，至少是功夫成片，这就是三昧。但是终不得生，不能往生。为什么？信愿不足。所以往生与否跟你这功夫高下没多大关系。这个问题啊，真的藕益大师讲的才清楚，前面的这些大德还没讲的这么透。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赞叹藕益大师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注解也超过不了其上，讲的太明白了。你真正明白了之后，心就安了。原来有把握往生，不是看自己功夫问题，在你信愿问题。这个信愿什么？你真正放下了，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哪怕你烦恼很重，哪怕你业障很重，甚至曾造过忤逆十恶啊，将来必堕阿鼻地狱这么重的业，你现在回心转意，至心信要，愿生彼国，临终必蒙佛来接也，必定的，你能带业往生。这个是啊，对阿弥陀佛有把握啊！我自己业重凡夫，障深慧浅，没把握，没资格去往生。但是有阿弥陀佛的愿望，有把握。为什么呢？我真信了，我真愿意去，这叫有把握。
这心就安了。啊，很多同修念佛念的一辈子，放心不下。我念是念了，这阿弥陀佛要不来咋办呢？这个疑虑啊，正是这种疑虑，可能就是你往生的障碍。所以净土法门叫难信之法，重在这个信字。啊，无量寿经又讲，疑是菩萨最大障碍。啊，是修净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疑。你曾造过忤逆10个，但是你不疑，你也能往生。可是你修得很好，甚至念佛都成天了，你还有疑，啊，那个往生都不可靠。啊，即使给你撞上了好彩哈，你能往生也是边地一程。因为你有疑嘛，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特别现在2012灾难这么多，大家都心里都挺恐慌的。哎呀，我这往生都没把握，怎么才有把握？怎么有把握？你明白了，你就真深信切愿了，就有把握。啊，你要是还有疑虑，说明你什么？没有真正闻我名号，你还没闻够，道理还不清楚，信就不深，信不深，愿就不切，愿不切，你念佛就不踏实，放心不下。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问题的搞清楚，把你的疑虑的解开，这今天你就得有把握往生。就在一念之间，你把疑虑就放下了。啊，所以这叫做无上深妙禅呐。啊，当年禅宗二祖慧可大师去请求达摩给他安心呐，心不安呐，心不安是很苦啊。你看把这个臂膀都给砍下来，是吧？求安心，多苦啊！达摩祖师潇洒的很呢，伸这个手，你拿心来，我给你安呢。二祖回头找心呢，了不可得啊，根本就没有妄念，一下放下了，不就安心了吗？净土法门也是如此啊！啊，你说你往生没把握，那就是你的妄念而已啊！你真心发愿了，阿弥陀佛的愿望摆在这儿啊，你还怕个什么？你恐惧什么？担心什么？你的心就安了，这就有把握往生了。阿弥陀佛肯定来接，绝不食言。就是自己要能放下就行，就是你肯定想去啊，那你肯定想去，就得平常得真的，你得放下去检点，是不是我真想去？你说我还有放不下的，你没想去呢，那你就不能怪阿弥陀佛不来了，你自己不肯去，那还有啥办法？你要真肯去，阿弥陀佛一定来。你至心信要吗？愿生我国吗？你就符合愿望了，跟阿弥陀佛就感应道交啊。那你说我真想去，我就是怕我到那个时候业障现前了啊，这头脑昏了啊，或者是冤亲债主来障碍了，我往生不了怎么办？你看你就疑虑吧，这就是疑。你虽然想去，但是你这个信不深都不行，你信和愿都得深切。那你还担心呢？这临终我心颠倒了
啊，我这个冤亲债主来障碍我了，他比阿弥陀佛还厉害，怎么办？啊，阿弥陀佛都抵不过他了，他来障碍，阿弥陀佛靠边站了。哎呀，咋办呢？你看，怀疑佛智，就是第40品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有的是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有的是于佛无上智慧不能生信，这两种你检点自己有没有啊？一个怀疑我自己业障重啊，你看我又造了堕胎的啊，我又曾经杀害很多众生啊，这些冤亲债主肯定临命终时都会来找我的啊，这我自己往生不了了。你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没有自信心啊。第二个疑虑啊，阿弥陀佛到时候啊，万一来不了咋办？这就是什么呢？对佛智疑虑，两种都是大障碍，要放下，都是你的妄念，放下了就没了。本来你具足心愿就该往生嘛，你还起啥妄念呢？多疑不必要，决定往生。你看你心不就安了吗？净土安心法门的，你真明白了就安心了。你要觉得心不安，就是证明你闻名闻不够，你多听经呗。啊，所以听经很重要啊。我自己有把握往生，真听明白了所以有同学想，你这样想是对，不过要万一，不用万一，没有万一的，阿弥陀佛肯定来接啊，不必去讲第二句话，信得过啊。灾难来咋办？灾难来了也不怕，阿弥陀佛肯定来接。你看着那个海啸就盖到头上来了，不怕，阿弥陀佛肯定来接。放下疑虑，一定往生。所以至心信要，愿生我国。怎么才能得到？闻我名号啊！这18愿呢，第一个就是闻我名号啊。闻我名号是因，至心信要是果。这都是你为什么有至心信要呢？这个第18愿的愿力加持的啊。至心信要是因，愿生我国就是果啊。你说我放不下怎么办？放不下，因为你没有至心信要，所以你没有愿生我国啊。怎么能够愿生我国呢？你得至心信要。你有至心信要，阿弥陀佛就加持你愿生我国，你一定放下。你看，愿生我国是因，实念这是专念，是果。你一定临终实念，保证没问题啊，绝对不会心颠倒。你说我临终还会心颠倒吗？你想这个就是妄念，那是疑，肯定不会心颠倒。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愿加持你的，那个时候你业障就起不来啊，阿弥陀佛就会加持你，让你能够见佛，你能往生啊。你看小本阿弥陀经2个译本，一个鸠摩罗什的译本，一个是玄奘大师的这个唐译本啊，唐朝的译本。唐译本里面直译讲得更清楚啊，说我们往生是怎么往生啊？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啊，跟这些菩萨众现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你临终的时候啊，不是你自己修行有什么功夫啊，那时候没功夫，业障这么重啊！凡夫只要没断见思烦恼，那都是业力做主啊！
啊，那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呀。可是因为你有信有愿，跟阿弥陀佛愿就相应了。阿弥陀佛就跟圣众现前，放光加持，令你的心不乱。所以你那个心不乱呐，一心不乱不是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是阿弥陀佛加持你一心不乱的。这个法门叫他力果教法门，凭他力，凭佛力。果教什么？阿弥陀佛已经结成这个果了，无上的佛果融在一句佛号当中，你就念这句佛号，你就必定往生成佛。啊，所以这个自利呀是小啊，他力是大呀。自利就是你自己有心愿，这是自利。他力呢，其他全交给阿弥陀佛安排了。你看，你只要闻我名号，到至心心要，阿弥陀佛加持了，你产生信了，信了之后发愿也是阿弥陀佛加持，发了愿你念佛能够一心专念也是阿弥陀佛加持。到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也是阿弥陀佛加持。从头到尾就是阿弥陀佛加持，这法门不可思议啊！令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都能不断烦恼，不消业障，带业往生。所以叫难信之法呀，太难信了，连菩萨都信不过啊！总有点疑虑啊，那万一怎么办？没的万一，肯定往生，1亿分之1的可能都没有。你决定100%、万分之万、亿分之亿往生极乐世界，你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心就安了，放心了。啊，那佛要不要念？当然要念了，报恩呐！你想想，你什么资格都没有，去极乐世界，你哪有资格呀？那是一真法界呀，法身大士才能去的。你这是业障凡夫，居然能去，阿弥陀佛的恩德有多深呐！所以我们念佛，我们劝人也念佛求生净土，这都是报恩啊！报当然也报不尽呐，佛恩难报啊，浩大呀！真的，只有你往生极乐世界以后，你才知道佛恩有多浩大。现在怎么说，你都不可思不可议呀！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好好念佛，为众人做好样子。既然我已经举了手说有把握往生了，那就得拿出好样子来，让人看看，有把握往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是报佛恩，报师恩以身弘法，我这身做好榜样就是我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现在还没走，是阿弥陀佛留我在这儿。反正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嘛。我已经坚信切愿，剩下不用管了，都是阿弥陀佛安排。什么时候来接，阿弥陀佛来他心中有数。现在既然还没来，肯定留我有他的道理。什么道理啊？那就是为大家做示现嘛。你多带几个人去极乐世界嘛？你看，你现前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蕅益大师要解里讲具足深信切愿，必定往生。莲萼金台莲萼金容光坛这个莲萼金台光荣影现，便非娑婆界内人也。
你这极乐世界的花已开了，因为你已经具足心愿了，啊，就是注定往生。啊，你不是娑婆界内的人了，你是极乐世界的人了。换句话说，你这个身呐，等于是再来人的身。你看这殊胜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法门呐，古德称为是圆顿大法。这才明白什么叫圆顿大法，就这么圆，圆什么？你现前就是法身大士，阿惟越致菩萨。顿就快呀，你转一念就到了。啊，你现在具足信愿，这不是娑婆界内人，就是极乐世界人。顿吧，顿就是快啊，快速啊。禅宗都没那么快啊。禅宗就是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也原教初住菩萨。那阿惟越致菩萨是原教七地以上菩萨，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那再进一步，你能够深入经教，你就明白了，他力和自力呀，不是二力，是一个力。佛和自己是一，不是二。啊，中峰三十信里面讲，我信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现前眼前就是极乐世界啊！那你问呢？眼前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我还见到这么多的恶道景象？啊，什么叫恶道景象？你看这些人在搞贪嗔痴，这不恶道景象吗？啊，你看还有恶鬼、地狱、畜生这三个道，这不是地狱景象吗？那极乐世界是没有恶道之名啊，何况有实啊？那你怎么能说我眼前这个是极乐世界呢？这以前我也没参透，就是后来这几天听经就听明白了。闻我名号这个功德就是佛力加持，你听明白了也是佛力加持啊！你看这个净土大经科注里面，正好师父最近讲到这一段，偶益大师要解里面谈到的啊，人家问呢，那极乐世界不是有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平且共命之鸟，这不动物吗？啊，飞鸟，哎，那不就是恶道吗？不是恶道啊，那经上讲的很清楚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为了度众生啊，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那些鸟都是阿弥陀佛变的啊，不是真正有什么恶道。这个给我们很大启示啊。极乐世界，你看的好像有三恶道，这鸟是三恶道，其实不是三恶道。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变的就是阿弥陀佛。那换过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呢，那同理呀，你看到的三恶道众生，看见种种不如法这些造恶的一些罪人，他们真的是三恶道吗？哎，极乐世界的人看呢，这也不是三恶道。为什么？在极乐世界连三恶道的名都没有，何况有实啊？这些景象也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你能信得过吗？哎，你要能信，你就敢承当。你就不是娑婆界内人啊，你就是极乐世界人
确实就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什么法音呢？告诉我们因果报应啊。造恶的他下地狱啊，欲法音宣流。实际上讲呢，那些是阿弥陀佛变出来，让你提醒你不能造恶。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自性啊，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以外无一法可得。所以那些就不是恶道之名了。那些是什么名啊？那是法音。所以连恶道之名都不是，更不是恶道之实了。不是真正实在有什么恶道啊，全是诸佛变现。这个诸佛也就是自性变现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让我们看到这些种种景象，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知道不能在这待了，要求生净土了，要念佛了，这不是让你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吗？你看，这就是古德讲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既然你心就是阿弥陀佛了，心所变现的任何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变现的境界嘛。所以眼前看的种种状况，你要承认就是阿弥陀佛，这才明白这个古德有一句话讲：全佛是心，全事是理，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些话《弥陀要解》里讲的，我始终没参透，最近听经突然明白了。阿弥陀佛遍一切处所以此方就是净土如果说阿弥陀佛除了娑婆世界以外才遍一切处，那就不叫遍一切处。华严上讲毗卢遮那佛也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也是遍一切处，就包括我们眼前种种善恶境界真明白了，善恶境界都是一味。善恶就是你分别没分别，全是阿弥陀佛。整个心就是佛了。那你岂止是往生西方你眼前当下就成佛了。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古德称为暗合道妙，巧入无生这个暗合道妙，你就不太明白也没关系，你就念着这句佛，你就转你的心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是阿弥陀佛变现的。你承认，所以你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恭敬，就像恭敬阿弥陀佛一样。那个人他来折磨我的，阿弥陀佛帮我消业障。那个人来诽谤我的，好，阿弥陀佛帮我消业障。那个人赞叹我的，阿弥陀佛考验我，让我不生贪爱。处处都是阿弥陀佛，要这样练习。真正这样做，境界会大幅度提升。
啊，所以不用等到2012年12月21日了，今晚就行了。大家行了吗？听明白了，你心就安了；没听明白的，多听吧。咱们这光盘录下来，你可以多听。这一集也放在网上了。听师父讲经你就多听，尤其是48的大愿，反复听，肯定有听明白的一天。